新 Ultra 处理器前脚刚上市，14代的酷睿标压处理器 HX55移动版也接着来了。这次我们拿到的还是老朋友顶配的枪神8 Plus 超劲版，搭载的是 i9-14900HX 加上 RTX 4090。这台电脑在我们的年度总结里拿到了 A 减的评价，在旗舰级游戏本里也算是比较高的档位了啊。考虑到模具基本上没什么变化，产品本身大家对它应该也是比较熟悉的了。那这次我们依旧从规格、跑分、游戏、生产力这几个方面来看一下新的 i9-14900HX 表现到底如何吧。先来看一下14代移动端的规格，主流型号里还是分成 i5、i7、i9 3个大类。标准型号 i5-14500HX、i9-14900HX 的规格和上一代没什么变化，依旧维持在6+8和8+16。i7-14700HX 是比较特别的一颗啊，相比上一代多了4个小核，变成了8+12，这一点与台式机拉平。不过去年最高端的 i9-13980HX 今年倒是没有替代型号。同样 i6 和 i4 今年也没有缺席。i5-14450HX 给到的是6+4，这个规格和去年的 i5-13450HX 没什么变化。而 14650HX 则是从 13650HX 的6+8提升到了8+8，i6 追上了去年的 i7。如果价格不涨，那诚意还是挺足的啦。整体来看，14代移动版酷睿基本就是在去年同定位的基础上，小幅度提升了一下规格和频率，性能很难产生实质性的变化。不过呢，有几个点是值得一提的。第一是步进，去年13代酷睿处理器仅有部分高端型号是 B0 步进。大部分 i5 和 i7， 像是 13500HX、13700HX 是 C0 步进的。这个 C0 实际上是12代的马甲，它用的是前一代的那个缓存设计，于是性能也会更接近12代的老产品。但14代开始 ，i5 全面换用了 B0 步进，缓存容量提升，速度也快了。对于预算不高的入门级游戏本用户，同样是 i5 处理器，今年的性能肯定要比去年13代好。可能游戏性能不输去年定位更高的型号，算是一个隐性的提升吧。第二是改良，去年的13代酷睿评测时我们提到过，当时最高的 ICC Max 电流强是255安，再高就不生效了。这会导致高端型号在跑渲染等一些较高负载的场景时，功耗呢上去了，电流撞墙，导致频率没有办法跑满。新的14代官方解除了 ICC Max 的最大限制，理论上可以像台式机 14900K 那样跑到511安，那这样的最大性能应该会有进一步提升。这一点我们后面新的折腾环节也会来玩玩看。OK， 讲了这么多，赶紧进入测试环节吧。我们这次首发选择了旗舰型号 i9-14900HX， 对比的型号呢，我们找来了 AMD 的对位选手 R9-7945HX， 机型是枪神8 Plus 超劲版以及魔霸7 Plus。本来我是想选 7945H-3D 作为对比型号的啊，后来一看，整个市场目前只有一台机器搭载，而且起步就是4090，对普通用户来说参考意义实在太小了，还是用市面上更普遍的 7945HX 来对比更合适一些。内存方面，两台机器都是 64GB DDR5 5600兆赫兹，32G×2是2 rank， 在两家的规范里都是降速5200兆赫兹运行。虽然 AI 两家都是能通过特殊手段超频到更高频率运行的，但考虑到 DDR5 发热量不小啊，官方通常会给一个比较保守的频率。目前 Intel 最高频率是5600兆赫兹，对比 AMD 的5200兆赫兹高一些，但需要1 rank， 也就是 16G×2 的内存才能跑到，只能在容量跟速率之间做取舍了。本次测试中如果没有特殊说明，会控制25摄氏度的室温，保持在机器的增强模式，关闭自带的显卡超频进行测试。照例，我们先从跑分开始。首先是 Cinebench-R13， 在这两台机器均不限制功耗的情况下 ，i9-14900HX 跑到了31854分，成绩要略高于 i9-13900HX， 但明显要低于 7945HX。观察跑分过程中的功耗 ，i9-14900HX 默认跑到了175瓦，这个功耗需求还是挺恐怖的啊。单线程方面，凭借着单核标定频率的优势，i9-14900HX 相比上一代有微弱的提升，这一部分确实要领先于 AMD。同样，我们通过干预控制功耗的方式，测出了 i9-14900HX 的 R23能效曲线。可以看到，新 CPU 在笔记本可以覆盖的功耗段内，能效要略高于 13900HX，
几乎跟上一代等级更高的 13980HX 持平。除了 R13， 其他应用我们也进行了测试。功耗点我们选择了标压处理器里常见的几个功耗值，分别是45瓦、65瓦、90瓦、115瓦和130瓦。来到非 AVX 性能的 Cinebench R15，14900HX 比13980HX 略低，能效上不及7945HX。另外，似乎这个软件对于大小核的调度不太理想，单线程的差距不如 R13那么大。新出的 Cinebench 2024我们也跑了一下，在负载更重、测程更长的情况下，两边的能效差距确实通过成绩反映出来了。不过单线程测试部分，14900HX 还是扳回了一城。CPU-Z 多线程跑分 ，i9-13980HX 和 i9-14900HX 几乎跑不出区别，而能效方面 ，R9-7945HX 还是遥遥领先。不过单线程的性能，Intel 这边凭借着超高的单核频率跑到了910分 ，AMD 在单核方面还是不及 Intel。7zip 解压缩测试会更注重一部分内存性能，这部分枪神自带的64GB 内存算是体现出一定优势了。i9-14900HX 要小胜 13980HX， 不过对比 AMD 平台还是差点火候。最后是 X265HD 编码 ，i9-14900HX 几乎持平 i9-13980HX， 而能效上要落后于7945HX。总的来看，这个 i9-14900HX 的功耗表现和上一代相比，可以说是区别比较小了，基本上是电压的优化和频率的调整。考虑到 B0 步进的13代处理器已经上市了1年，在不换工艺的情况下也是常规升级，部分 i5 和 i7 型号的规格缓存还是有些提升的，性能表现应该能和上一代拉开差距。在能耗上 ，Raptor Lake HX Refresh 依旧和 Dragon Range 存在一定的差距，这也导致在 CPU 功耗不足的场景里 ，AMD 游戏本的 CPU 性能会保持一定的领先。这么看来，想要让 i9 充分发挥优势，对游戏本的功耗要求还是比较高的。游戏方面，我们这次针对 CPU 测试调整了游戏的列表，测试时选择增强模式，关闭自带的显卡超频来模拟常规状态下4090的性能。分辨率我们选择以 1080p 作为基准，这样能更好的降低显卡瓶颈，减少显卡给测试带来的干扰。首先是最近又火起来的 DOTA 2，ESL ONE 吉隆坡站，中国队终于是拿了冠军啊，可喜可贺啊！这次选择的测试片段就是决赛 BO5 的决胜局，最后上高决战部分，其中包含了多个幻象单位和复杂的技能，对硬件的压力比较大。i9-14900HX 跑到了平均 158.4帧，1% low 仅有 54.5帧，而 R9-7945HX 的帧数仅略高一些，不过 1% low 的表现就相对好一点了。这个游戏对内存、缓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，AMD 平台在这方面会领先一点。另一个热门网游是《永劫无间》，我们选择了 AI 模式下，在复杂场景里按规定路线跑图来测试。这个游戏里的表现差距呢就比较小了，两者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，1% low 帧仍然是 R9-7945HX 要略高一些。前段时间刚刚推出的新作《使命召唤20》，整体评价真的是褒贬不一啊。整个下载的体验就是在19的外框上又套了个皮，感觉有点像 COD 19的 DLC， 而不是一个新的版本。不过自带的 Benchmark 倒是做的还不错啊，虽然负载还是偏向显卡，但是笔记本的4090在 1080p 下也够用。简单跑了一下 14900HX 和7945HX 的差距也在个位数，1% low 这次是 Intel 稍微高一些。最终幻想14的 Benchmark 14900HX 和7945HX 拉开了一小截差距。而单机游戏这边，赛博朋克2077我们采用了自带的 Benchmark 进行测试 ，AMD 的平均帧数要更高上不少，但1% low 帧不敌 Intel 平台。而古墓丽影暗影的情况也是一样，两者在平均帧上拉开了一定的差距，但对比 low 帧部分 ，AMD 就败下阵来了。全面战争战锤3更新了 DLC， 在 Benchmark 里也加入了新的测试，这个测试场景更加偏向于 CPU 负载，我们也跑了一下看看。在这个场景里 14900HX 的帧数表现要好于7945HX， 平均帧高了10帧左右， 1% low 帧也更高。另一个前段时间发布的新作《全面战争法老》，我们也试了一下，它自带的 Benchmark 实际运行效果跟前一版的战锤3差不多。这个游戏里 Intel 跟 AMD 接近打平，并且 low 帧有绝对的优势。AMD 这边的 low 帧复测了几次，还是只有20多，可能运行的过程中有小卡顿。消失的光芒2最近更新了冬日传说新版本，我们跑了一下 Benchmark， 14900HX 在这个游戏里并没有优势，帧数要低于7945HX。
刺客信条幻景比较吃配置，14900HX 跟7945HX 的帧数接近持平，low 帧方面7945HX 更高。最后一个是 CPU 重载的游戏戴森球计划，我们选起了一个占用不是很过分的通关存档进行测试，绕图飞行了一圈，两边的帧数表现几乎持平，1% low 帧 Intel 会略高一些。看来核心数充足的情况下，普通存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可能需要更加夸张的压力测试才能让两边拉开差距。那除了 1080p 2K 的帧数，我们也简单对比了一下，到 2K 分辨率以后，显卡的压力会增大， CPU 的区别就更小了。对于移动版4090来说，在 2K 全特效下玩游戏，性能还没有到溢出的地步啊，跟桌面版4090有不小差距。在测试中，我们发现部分游戏里 14900HX 明显帧数要比 7945HX 低。简单翻看 log 之后发现，增强模式下230瓦的性能释放，对于 i9 14900HX 来说确实有些不太够用。我们尝试调到手动模式之后， CPU 的可用功耗增加了10瓦，古墓丽影也从209帧提升到了216帧，幻景也从141帧增加到了147帧。这时候 CPU 的频率还是不够跑满的，如果想要它完全跑满，估计 CPU 要100瓦甚至110瓦以上的功耗才能够达成。跑分测试里的能效问题还是遗留到了游戏上。对于总功耗较低的游戏本，14900HX 就没有 7945HX 那么友好了。如果 Intel 处理器的功耗给够，那游戏表现超过 AMD 也不是没可能啊，但要给够。一方面，这依赖于模具的性能释放，这就对产品本身的散热要求比较高了。毕竟显卡部分已经吃掉了100多瓦的功耗啊，再想给 CPU 腾出更多的功耗真的很难。另一方面，去年我们做过一期调整 AC Low Line 的教程，里面提到通过降低默认 AC Low Line 的方式来降低功耗，达到提高性能的目的。目前枪神8 Plus 超近版的 AC Low Line 打的是 1.5， 比去年默认的 1.7 低了一些，但是依旧还不够啊，可调空间依然很大。这方面非常依赖 OEM 的性能优化，希望今年各大厂家能够在参数调教上做一些文章吧。当然也不能光说 Intel 啊 ，AMD 也有 AMD 的问题，最明显的就是积热现象，这个在笔记本上非常严重啊，基本上游戏一开 CPU 就保持在90度，风扇转速降不下来，对游戏体验来说影响不小。这台机器已经搭载了性能最好的液晶导热了啊，换成硅脂是什么样我都不敢想啊，看来性能强也是有一定代价的。回看游戏整体表现， Intel 在 AMD 的 Dragon Range 系列上市后失去了绝对领先的地位，目前的表现只能跟 AMD 有来有回。2K 分辨率下显卡压力上来了， CPU 的影响会小很多，实际上两边玩起来区别真不大。另外功耗提升对于 Intel 处理器的效果比较显著，而 AMD 这边的功耗需求会更低一些。生产力方面， Blender 4.0 Benchmark 的 CPU 测试 7945HX 要比 i9 14900HX 高出了不少。在 Adobe 这边，新的 Patch Bench 目前只上线了 PS 和 PR 的情况和旧版本接近，在达芬奇的 Benchmark 里也是一样的， Intel 表现略优。看来在视频剪辑方面 Intel 会更擅长一些啊。总的来看，只要是射击核显加速方面， Intel 处理器还是有不小的领先幅度的啊，这也是多年软件合作积攒下来的优势。而如果是纯粹的运算上，目前笔记本的能耗区间显然没有办法让 i9 14900HX 使出全力，打不过 7945HX 也是合理的。如果你的主要用途是买来干活，那么它俩具体的用途不太一样，选谁就看你主要用来做什么工作了。来到折腾环节，这次14代取消了 ICC Max 的电流强限制，可以随意调整了，这对于折腾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啊。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老套路，关掉 CEP 和 TVB，AC Low Line 打到 0.5， 再配合精细的调压，最终在一个能过 R15 的电压下 ，R23 跑到了接近37000分的成绩，此时的功耗是跑满175瓦，这个成绩比去年我们折腾的 i9 13980HX 的时候还要更强一些。不过最终呢也没碰到38000分，感觉175瓦对于它还是不够用的。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厂商愿意做出一个更高功耗的模具，来让这颗处理器完全发挥。总之，只要把功耗喂饱了，14代在体质上是要比13代更好一些的，折腾空间更大。AMD 这边可能35000跑起来轻轻松松，但基本上36000就到顶了。超频还是 Intel 这边玩起来更爽。好的，看完了全部的内容，相信各位对这颗新的 i9 14900HX 有一定的了解了。总的来看 ，i9 14900HX 在性能、游戏、生产力上的表现和上一代 i9 13900HX 甚至是 i9 13980HX 的区别比较小，单核性能略有提升，多核表现进步也非常小，能效表现呢和上一代趋同。
出厂不折腾的情况下用不出太大区别。作为24核的处理器产品，搭载这颗处理器的笔记本更像是一个小的台式机，因此想要它的性能释放做到位，对于游戏本的解热能力是有一定要求的。考虑到它的能效区间范围较广，我认为4060、4070有195瓦以上，4080、4090有240瓦以上的单双烤的模具，才能保证这颗14900HX 的性能充分发挥。从首发阵容来看，今年的 i5、i7 都上了 B0部件，在规格上对比上一代也有提升。如果定价更合理一些，反而是更值得期待的。14代应该就是这个架构体系的最终章了啊！从目前的 roadmap 来看，新的 Arrow Lake 可能要等到2024年底才会跟大家见面。如果你对 CPU 的性能比较看重，明年的新 CPU 可能在性能上会有惊喜，继续当一回等等党或许是不错的选择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的话，不妨来个长按点赞，给我们来个一键3连支持一下。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，这是比8评测试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